未来中俄之间能不能构建更亲密的邦交关系，还有待时间的考验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俄罗斯总对西方抱有幻想，从4个阶段认清中俄关系的真实面貌。战场转机出现，普京看到胜利曙光，中俄如今的大好局面只是开始，未来能不能更好，还要再看。冲突持续了1年多，俄罗斯终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希望。美西方一改之前贬俄挺乌的口吻，开始说起了对乌克兰不利的话。比如，五角大楼高级顾问在接受采访时暗示，美国将在乌克兰战败后抛弃泽连斯基。再比如，泽连斯基和军方的分歧闹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。然后，美国防长奥斯汀又捅了一刀，说可以接受乌军撤离巴赫穆特。还有，美西方开始将北溪管道被炸的锅丢到了乌克兰头上，不再说是俄罗斯干的了。英国牵头的军事援助资金也迟迟未能落实，批评援乌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表示要和俄罗斯沟通的国家越来越多，桩桩件件都传达出一个信号：美西方对乌克兰失望了，挺乌的决心开始动摇。其实我们可以发现，咱们的互联网上有不少网友是希望俄罗斯能顶住西方的压力，获得最后的胜利的。毕竟中国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，要是俄罗斯输了，美国就能打出一个 O 型包围圈来绞杀中国了。不过，尽管近年来中俄关系一直在升温，双方的交流合作也是越来越多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就真的是兄弟之盟，可以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了。现在只是有了不错的开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中俄关系的真实面貌。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。1992年到2001年，俄罗斯觉得我们苏联都解体了，你们中国也撑不了多久了。其实不只是俄罗斯，当时整个世界几乎都这样认为。所以这一阶段，俄罗斯积极对华军售，毕竟他们的国内经济一团糟，急着要钱发展，而且他们也不担心中国的军力增强会不会影响到俄罗斯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反正中国迟早也是要分家的，到时候自顾不暇，根本没精力考虑这些。另一方面，俄罗斯又在中俄边境实施封锁，防止中国的影响力扩散到远东地区。毕竟这时候俄罗斯已经转向和中国不是一条道了。这期间，俄罗斯和美西方也有过重大分歧，北约违背承诺东扩，特别是轰炸南联盟，使俄罗斯十分愤怒，于是出现了大西洋上空的回环事件。或许是出于这种考虑，俄罗斯和中国加深了交流。2001年到2008年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俄罗斯意识到中国不会解体，开始和中国有限度的合作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，共同成立了上合组织，并且加快和中国划定边界线的进程。不过这个时候，俄罗斯对他们加入西方民主世界很有信心，这点从普京在德国联邦议会用德语进行那次著名演讲就可以看出来。因此，对于和中国的合作不是很上心，在和中国进行石油合作时坐地起价，任由日本搅局。这期间，尽管经历了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，使得俄罗斯对美西方有了很大意见，但克宫对于美西方还是抱有期待。2008年到2021年，当普京还在北京看奥运会表演时，后院起火，格鲁吉亚战争爆发，惊醒了俄罗斯。他们真正意识到，美欧之前一直没有将他们当作伙伴，以后也不会接纳他们。
这十几年来，俄罗斯从没有真正融入过西方世界，那些国家只是将他们当作加油站，肆意掠夺他们的资源罢了。要改变这样的局面，必须要更多元的发展。而北京奥运会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，也让俄罗斯看到了融入西方世界外的另一条路。于是，中俄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。格鲁吉亚战争惊醒了俄罗斯，让他们开始加强和中国的交流合作。不过，这时候克宫仍然没有放弃对美西方的幻想，毕竟他们信仰了西方秩序几十年，现在要抛弃之前的执念，可想而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更何况，当初就是因为他们对美西方制度的向往，才使得苏联解体。如果现在放弃这种想法，那就意味着承认当年的事情做错了，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君不见，日本至今都不承认二战罪行，这就像个人一样，认识到做错了容易，但要承认做错了却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方面的原因，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，当今世界没有其他国家或组织能够使俄罗斯摆脱困境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网友要反驳了，说中国可以做到，但深入的想一想，中国真的可以吗？在探讨这个问题前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困境到底是什么？是缺贸易的对象，不向美西方出口就要经济崩溃吗？不是，俄罗斯是能源、矿产、粮食等原材料出口国，根本不缺销路。俄乌冲突之后，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能源制裁令，封锁住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吗？没有。先是欧洲态度暧昧，等到欧洲同意了，又有印度来当中间商。粮食就更不用说了，俄罗斯一停止出口，美西方马上大肆炒作舆论，逼俄罗斯改主意。在这点上，俄罗斯完全是掌握着主动权的。站在中国的角度看，中俄加强合作当然是一件大好事。俄罗斯获得了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，中国也获得了低价稳定的能源矿产，这是合则两利的事情。但是换到俄罗斯的角度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和美西方合作的时候，俄罗斯是原材料出口国；和中国合作的时候，还是原材料出口国。那和谁合作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俄罗斯是想要这样吗？不是，他们想要的是产业升级。如果一直扮演原材料出口国的角色，充当产业链低端一环，那俄罗斯只会永远这么穷下去。只有进行产业升级，才能让俄罗斯再次崛起。而中国能帮俄罗斯做到这一点吗？我们自己都在这条路上辛苦地摸索着，更别说帮俄罗斯了。所以，脱离西方经贸体系，全面转向与中国合作，对俄罗斯而言，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他们心里最希望的还是美西方接纳克宫，那样的话，俄罗斯要升级产业就容易多了。不过，这只是俄罗斯的幻想罢了，美西方又怎么可能答应呢？俄乌冲突的爆发，更是彻底的撕碎了这个美好的梦。于是，俄罗斯只能认清现实，做出理智下的最优解，放弃对美西方的幻想，和中国深化合作。因此，现在的大好局面只能说是有了不错的起点。未来中俄之间能不能构建更亲密的邦交关系，还有待时间的考验。万一美西方发现打压不下中国，对克宫伸出橄榄枝，要俄罗斯围堵中国呢？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局面，也相信俄罗斯不会这么不理智。但凡事都有万一，我们还是要留一个心眼儿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